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偏韩系的法式烫。我们现在看模特的一个状态，发尾是之前跟他烫的简约法式烫，然后现在这个卷度呢其实还蛮好，但是现在就是这部分的直的线条过于多，它就会和五官的轮廓呢起不到一个修饰的作用。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刘海，刘海现在呢都是偏直。 整体呈现下来都是以服帖，这块以服帖呢，就会显得我们的颧骨、五官的亮感就会往旁边走。一款发型好不好看，完全取决于内轮廓。我们现在看到呢，内轮廓都是偏直为主，其实它直发也蛮好看的。但是如果说直发好看的情况下，我们再去烫卷，这其实也是很蛮考验设计师的一个设计能力的。好，这个时候我们可以。 初步阶段呢，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如果说我们去吹风造型，应该怎么跟它吹？我的第一个直观就是把这块吹蓬松，吹一个 C 弯，然后呢，这块呢吹一个过渡的一个连接，就吹成8字刘海那样。好，吹风造型类似这样，但我们烫的话，也朝着这样的方向去烫呢，绝对不会翻车。 但是容易翻车的是什么呀？这样的弯儿怎么才能烫得出来 ？OK， 接下来看我怎么操作。好，我们现在洗完头，再来判断一下发质现在的一个状况。之前这段呢，我们烫过2次了，然后呢染应该是染了，差不多也是2次。先拿细齿的梳子一梳。 好，这块不好疏通的情况下呢，那我们这块就是多抹烫前护理，填充一下。我们软化就从眉毛以下的去软化就可以了，也就是外轮廓软化呢，我们垂落软化点垂落下来到眉毛这块就可以。然后刘海这块我们单独要去做一个冷烫的处理。我们先把刘海分出来。 哪些是属于刘海区的，先分出来。这个长的呢，它虽然现在不属于主刘海，但是它是属于副刘海，是属于刘海和后面的一个连接点。所以这个呢，我们应该是放在刘海去烫呢，还是放在后面去烫呢？现在我建议大家是放在后面来烫，因为副刘海它要呈现出来的，它只是下面的一个弧度连接就可以了。所以后面这个副刘海，我们需要拿在后面来操作。 我们现在先把主刘海分出来，主刘海怎么去分呢？一分出来哪块短，哪块就是主刘海。好，稍微长一点点的呢，我们就可以充当为副刘海。当然，这种 烫一个刘海以后呢，我们也可以从鬓角这块呢，也可以再烫一个小弧度，但这个弧度呢，不建议分的太多，只需要这么少的就可以。但这个少的呢，我们现在先不用管，因为等会儿我们要去做冷烫的方法去做。因为热烫的方法，你就为了这一个弯儿，你去再动一根很重的一个热烫杠子的话，我是觉得没有必要啊。 这是增加顾客的一个痛点了。OK， 很简单，我们就先把该烫的刘海先分出来，夹好。好，我们现在呢，先看好这个部分，我们先做好一个烫前的打底，然后这部分呢，我们采用健康的药水，健康的去涂抹这里。 抹完以后，不用等时间，健康的药水加1半的受损涂抹下面，因为这个受损程度没有那么严重，所以我只需要加1半就可以了。但如果说受损严重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加个1/3的正常，或者是纯用受损的去涂抹。OK， 如果说发现了你涂抹的时候匹配不对，这块软化过快怎么办呢？所以建议。 涂抹这块的时候呢，如果特别受损的情况下，我建议你备一碗水放在旁边。如果说这块软化比这个过于快，拿一碗水浸泡一下，刮开就可以了。
然后现在我发现跟它梳完以后呢，发尾还是有点偏干的，所以等会儿我受损可能要多加一点点，我只需要加入1/3的健康就可以了。因为这块呢，你只要轻微的打开它里面的50%的链件就可以出卷，不需要软化到80%。好，接下来呢，给大家分享一个特殊的处理方式，因为它这个炉顶呢是比较高，但是呢这两侧呢比较饱满。如果说我们直接从这儿去烫呢，那上面它还是有一点点的过于偏平。我想让这个过渡呢连接的会更加自然点，所以说我在上面呢挑几撮间接式的挑染的方式来去做软化。注意看，我们一边挑了3绺头发，这3绺头发怎么办呢？从根儿开始软化，留2指，就是让它下来呢有卷又没有卷，然后有一个 S 线条连接自然的就可以了。OK， 剩下的这些我们都要避开转角点去软化。好，我们开始软化。第一步底区我们留个4指，软化这部分就可以。把烫过的留出来。好，第2区水平提拉。梳顺了以后呢，抖，看到卷从哪里出来的，我们就停在哪里。好，鬓角呢，我们提拉起来，水平提拉，发根留3指，涂抹。这块呢比较要靠近一点点根，这块靠近根的目的是方便我们等会儿做完以后能呈现一个能打开的一个效果。当然这块呢我们还是需要单独再去用冷烫的方式去烫一个副刘海。好，这一区呢我们是提拉下来，落下来，我们计算一下它到哪里，可以到眉毛这里就可以，也就是转角点以下3指左右。像它这种颅顶高的人呢，就不建议全头都烫的发根儿哦，这样呢会显得头会更大，而且呢会把它明明很高级的一种气质往低端里面拉了，那种质感是不一样的。好，顶部这几根呢，我们都会把它尽可能的靠根，留了2指左右。当然这个2指呢，你只要软化的不是那么狠，其实它都出不了太明显的卷度。但为什么还要去做呢？因为烫过的和直的它还是有微妙的一个对比感哦。到2/3的受损。OK， 我们现在不用等，已经看到有点颜色的浅的变化了，那说明下面也在开始在变化了。我们可以直接抹发尾了。当抹发尾的时候呢，一定要大片的涂抹，不要一片一片的去用了。在现场沙龙中的话，没有那么多时间。好，我们现在的软化已经差不多了。我们先看上面的 ，OK， 发梢 ，OK， 好，我们可以用尖尾梳的缠绕了，告诉大家这大概是几层啊？1、2、3、4、5、6、7、8、9、10。好，我们先看看这个发中这块是几层啊？
1、2、3、4、5、6、7、8层。OK， 已经达到我要的效果了。好，我们还是一样，上面1分区，中间呢是耳点对耳点连接过来，形成第2个区。底区分2个，26，屏幕缠绕。好，OK， 我们开始卷侧面的时候呢，我们要分一个副刘海出来，这块我们要去卷冷烫。一左一右，屏幕缠绕，这是什么叫水平梯吗？水平梯面。这边一样，留一片副刘海。好，我们先来卷顶部。好，顶部呢还是一样，锯齿分开，不管它是偏分还是中分，我们都按照中分的去做。5个杠子吧。嗯。好，顶部的呢，由于刚刚我们挑出来是软化留了2指，所以我们卷的时候呢，一定要垂直地面，尽可能的让它靠根。好，后面顶部呢，我们都采用同一个方向去卷就可以。同一个方向到底是朝前还是朝后好呢？没有对与错。如果你实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呢，尽量是朝后啊，因为朝后呢符合当下的一个审美趋势。也就朝前会比较复古一点，朝后呢比较时尚一点。
OK， 接下来重点来了，我们要卷刘海了。好，我们现在呢，先寻找它之前的短一点的刘海。好，短一点呢，就是中间那个小三角这块儿，我们去从根部呢烫一个大 C， 然后后面这块呢，我们再重新去做设计。好，膏状的呢就留2指就可以了。提高角度，用一个大杠子，能卷一个 O 型的感觉就行。平卷朝内，得有张力哦，得有张力。其实我们还可以再用更大的杠子啊，但是呢，这个刘海我们就不用去加热，所以呢，让它自然反应。也就是这个杠子呢，它可能还会再扩。好，后面这个软化到哪里呢？我们来分析一下。先把它梳下来，看，从眉毛这块我们就应该去烫。也就是说，从眉毛到眉毛上面2指左右，从这块开始软化就可以。两边呢，我们都用一个杠子就可以搞定了。软化到这里啊，我们先用梳子衡量一下到底在哪儿。OK， 下面2个孔，第3个孔这块，好，我们先梳顺。梳顺以后，涂抹药水。涂抹药水从哪里涂呢？我们这么比一下。OK， 刚刚到第3个孔这块。从这块开始抹就可以了。好，由于这个发质呢，它之前染过，所以现在我们需要把药剂刮的再少一点，不需要太多。我们的药水卷进去啊，这块没有太多药水也不用担心，反正我们发烧也会剪掉，这块不用担心。好，我们看一下整体，我们要加热了啊。好，今天我们这个100的温度加热了10分钟，现在目测看呢才70%干。那为什么我今天就敢跟它70%呢？因为我是了解到它经常去烫头发，如果经常去烫头发呢，那软化程度和加热的温度都不宜过高。如果过高了以后呢，它将来的头发是越烫越干，越烫越僵硬。正常，如果说我们去做普通顾客群体的情况下，就不建议你这么去做了啊，一定要加热到8到9成干。好吧，记住这个点啊！但是今天我给大家看的是，我70%干也照样烫出好看的卷。OK。那我们现在呢，洗完头以后，看看我们今天软化8成，加热只加到7成，到底有没有卷？现在可以看了啊，卷还不错。这个只能针对于你对你的顾客的发质了解的情况下，你想要为他真正的保养好发质的情况下才这么做。我们先看看刘海烫的样子。好，这个刘海呢，一个钩，等会儿我们把这个钩稍微修一点点就可以了。剩下的这些长度我们尽可能的不用去动它，因为它现在的长度呢是刚剪的没多久。好，我们再看头顶，头顶呢是挑了几根去烫，挑了几根去烫呢，它那个曲线和这个直线呢是混合为一体，就不会显得这一节到这一节是过于的死板，突然间倒卷。所以这样的过渡呢会更加的自然一点点。好，接下来我们要裁剪了。
那它那个长度呢，我们尽可能的不用去动，只跟它修发尾就可以了。都梳到两侧来以后，你会发现，其实这些哪怕都有梳成一个大弯儿，只要我们刘海这块烫好看，它整体的立体度就拉长了。所以说，刘海对于我们整个发型来讲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对于这块到底是烫大卷还是中卷还是小卷，只要你把整体的外轮廓的比例拿捏好了，其实这块上不上卷，其实意义不是太大。美感呈现外轮廓和内轮廓，记住这2个点，就保你的作品更上一层楼。好，接下来呢，我们把发尾就修到这么一点点就可以了，不需要太多。好，这边我们同样找到相同的引导线，相同的长度。好，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剪这边。前面剪完以后，我们接下来后面我们剪一个圆弧形或者是平的都可以，但是呢，一定要从刚刚这块转角点的引导线开始出发。来，可以歪一点点头，对，连接剪一个弧形即可。因为剪完齐线以后呢，对于放在前面来讲，它就多一个棱角，多一个直角。等我们剪一个弧度的话，放在它胸前呢，会形成一个圆弧形的一个重量外轮廓线。好，我们再来后面看看两边一不一样长，长度是否一样。接下来我们再把底线的内角磨掉，内角只需要画 C 线就可以去掉了，画 C 线。OK， 内角没有多少，画 C 线。OK， 我们把轮廓剪完以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再把它之前的层次在原位的提拉去一下角就可以了。之前的层次我们看一下在哪里，先寻找一下之前的层次，放下来 OK， 一半的再一半，也就是3比1，靠下一点点。我们从黄金点这块儿拉出来，上面一个长方形，直接拉到前面。这个长方形它延伸到哪里呢？我们可以看看正面，延伸到眉中。我们来看一下顶部，我们全部提拉起来，垂直地面。OK， 把这块2厘米剪掉，点剪的方式啊。好，这块呢是所有的一个引导线，接下来我们要把左侧的也拉上来，去一个角。好，看了之前的引导线。好，这半边同样拉上去。好，看到我们的引导线在这里。
OK， 两侧剪完了，那接下来后面呢，我们是需要剪枕骨以上的去角就可以了。枕骨以上的层次连接到我们的引导线，从这里顶点，刚刚这块儿是黄金点，我们这时候呢从顶点开始分到耳上边，然后后面呢从枕骨点分到耳上边，还是一样，垂直地面。拉到刚刚引导线那个位置去寻找 ，OK， 也就长出那么多。刚刚这块的前面的引导线，那这块呢就是枕骨能剪到的一个长度，把它剪掉就可以。OK， 这个时候已经剪完了，顶部呢我们都是提拉的一个角度，但是这块呢会有一个角保留的法式套下面该有的一个重量感。但是呢，这个时候如果说它下面过于的厚怎么办呢？教大家一招，从后面分开，从枕骨点以下的头发提拉起来。这块提拉起来，枕骨点以下的，因为正常有的时候厚的话，过于厚呢，是因为这块的量过于厚，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它提拉起来，垂直地面，或者是往头皮的反方向去提拉。如果过于厚，我们角度越拉的更大；如果不是那么厚呢，垂直地面就可以了。OK， 我们这样垂直地面去寻找，可以把这块给简单的去掉。但是如果说不是太厚呢，你就没有必要做这一步了啊。好，去的不多，就1到2公分。好，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纹理啊。然后上面这一层呢，还是一个方形的结构，里面一个方，上面一个方。好，我们现在开始剪前面最重要的位置啊。我们看一看它之前的这个刘海，其实现在感觉还好啊。我们只需要动一点点就可以了。我们要的只是那种氛围感啊，千万不要老老实的去剪一个齐刘海，那样的话会很呆板啊，没有美感可言。当然，剪这一切之前一定要和你的顾客要达到这种美感的一个同频度，你才有一个方向去操作。如果说他连这个氛围感都不知道，他也不需要那种，他还考虑到要扎眼睛这回事呢，那你就不用去跟他考虑所谓的氛围感，你就老老实实的跟他剪一个刘海就得了。像这种客人就不一样了啊，是有美感的。好，第一步先把这种几根的空气感找到。第二步，我们剪侧边的刘海，当然侧面的这块呢还不属于副刘海啊，副刘海已经跑到退化点去了。这个时候只是作为一个连接，其实它现在连接还 OK， 我们简单的虚连接一下就可以，反方向 OK， 找到我们的短的，好，反方向又有去除的层次，又有短推长的原理。好，这种反方向的去呢，往上面是一个去除，然后呢，往反方向呢，它偏移，它有短推长的原理，它就会有往这边走。所以呢，这一招技术呢，解决我们平时的2个技术。因为平时我们定一个点，这定一个点，先这块剪一个层次，然后再来去角。其实那样的话，你会发现这块的底线是过于厚重的。所以我们现在用一招就可以解决掉这个问题。
好，这边。你看，现在这个卷儿都很好看了哦。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按规矩来走一下。OK， 这两边一个外八字刘海的感觉就出来了。好，这半边呢，我们要剪一个，也是要把副刘海的区分出来。副刘海的区不是说哪个点规定到哪个点，副刘海是一个考验感性的一个设计力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去观察发际线真正能遮到哪儿，我们才分到哪儿。因为每个人的发际线的高度是不一样的。好，这块是刚刚合适。那这种副刘海呢，我们只需要从这块滑下来即可。好，这半边。接下来我们再进行能够分到足够可以遮挡退化点的一个区域就可以了。OK， 这个区是刚刚能够遮挡住的，因为有的时候它万一要扎头发，我们要考虑到这个退化点呢不能直白的露出来，要让它隐隐约约的。OK， 这块呢就作为一个副刘海。好，也是反方向无限延长的方式，反方向无限延长的方式去绞，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曲线，正面 S 的曲线。好，这块呢也不用刻意说就要留多厚，到时候我们也可以再用牙剪去把它做一个调亮。但是现在呢，看着不要觉得就是很闷，也因为我们还要依靠这块做一个连接的一个处理。好，前面呢，我们需要简单的从副刘海这块把这个角虚连接一下即可。当然也可以选择不连接，不连接呢，它就会偏硬朗一点点。我们虚连接呢，脸部的轮廓呢会更加的轻盈感一点。好，这个呢，依然我们用一招就搞定，黄金点分到耳上点，斜向下45度。45度，当然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这么分完以后呢，用削刀这么去削也可以。如果没有削刀的人，我们用剪刀，怎么剪？45度梳好了以后，手从下往上夹紧，转一圈，看到没？转一圈，转一圈，从我刚刚这个刘海副刘海的点连接到我梳子的另一头那个点，滑剪，继续，继续 ，OK。去掉不是太多，保留长度，在前面剪一个层次。这样一种虚连接的话，会给它五官增加层次感和轻盈感，不会显得那么沉闷。设计一款头发呢，刘海和边缘层次的氛围感是极为重要的。好，我们接下来在这边。好，侧面这边也一样，黄金点到耳上点分好了以后呢，斜下45度，
一定要梳到副刘海啊，因为副刘海是我们的引导线。副刘海是引导线，然后呢梳到耳上点这块儿，副刘海和耳上这个点去做一个虚连接。哎，好，这里是副刘海了啊，转过来，也就是这块儿和这块儿去。哦，副刘海在这里的啊，在下面一点点，不要剪太短了。OK， 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层次下来了。剪完了，剪裁就那么简单。吹之前，我们还是一样，先抹点精油。还没有吹呢，大家就可以看到啊，这种大波浪的感觉就出来了。还没有吹呢，今天才70%干哦，加热到100的温度，70%干。所以大家听完我的这个课以后呢，希望大家能够从思维上呢能活跃一点，正确的去理解这个关于美的东西，再去植入到顾客身上啊。当然，如果说我们有的顾客他接受不了这种自然的大卷，那你就给他往干里面去加，他喜欢多卷就加多卷就可以了。OK， 一个卷好不好看，真的不取决于它最后吹的有多么好，那些都是关于后期的一个人工的手法。烫的好不好，取决于现在我们再去看这个卷到底好不好。如果这个卷好了，你就放心，自然干，你都不用担心乱风吹干。吹直，我们吹直的目的是等会儿方便我们在原位提拉去做一个精准的调亮。第二个目的呢，就是方便顾客能提前感受到第二天起床以后的最糟糕的样子。OK， 吹直了啊。翻车了哈，好，接下来我们再去做一个简单的发尾的调亮。这个时候裁剪呢，就把它当成还没有烫发的直发的裁剪那种心态去做啊。好，这样的方式去裁剪，你会发现还是和直发的层次是一样的。好，接下来呢，我们再用牙剪去做一个简单的调亮。关于后面。好，现在的感觉蛮柔和的啊。其实，在直发的概念里面，它也算是一款还不错的发型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要把刘海再调整调整。如果真是空气刘海的话，我要考虑到真正的实不实用，扎不扎眼睛。
接下来我们来教顾客回家怎么能找到卷啊？把头发喷湿、打湿。因为我们烫好的卷呢，它只要一遇见水，卷度就会还原回来的，不用担心啊。好，喷完水以后一定要让它梳顺。喷完水以后一定要让它梳顺。好，现在呢是还没有打任何东西，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抹点点精油，再看一下，顺着抹啊，精油一定要顺着抹。其实现在这个后背去拍照呢就已经足够了。OK， 今天这款呢无电发根，无刻意的去把这块张力扩大的一个简单的一款发饰套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回去能够把这款发型给复制好啊。